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我们来讲巴西的吸血鬼之光。当时的空军亲自调查呢，发现是蝶形的一个飞行物的袭击。在20世纪70年代末呢，整个南美洲的农场主们都不断的发现他们的畜生遭到了离奇的残害，伤口呈现出精确的手术切口、针孔状的穿刺以及烧伤的痕迹，主要的器官还缺失，尸体的血液被抽干。其实是某种不明的生物正在恐吓着这片大陆，但是在巴西一个偏远的岛屿瓜拉廷格塔呢，这种模式已经升级了，发生了更为惊人的变化。瓜拉廷格塔的袭击事件呢，居然从牲口变为了人。它有3个独特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有目击者，第二个呢是有照片，第3个呢是有受害人。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进入瓜拉廷格岛的不明飞行物袭击人的事件。一名叫做雷利·德卡瓦略医生呢，作为瓜拉廷格岛上唯一的医生呢，当时他呢正以神色凝重地注视着一名患者的胸部。他说那名患者的胸部的伤口是触目惊心的，那是一系列完美的圆形的烧伤，而每个圆圈的中心呢都呈现出焦黑的组织，周围布满了密集的如同针孔般的穿刺的痕迹，令人不寒而栗。他说6个月以来呢，在这个仅有2000人口的岛上呢，卡瓦略医生早已经习惯了处理各种因浓雾事故或者是捕鱼造成的伤口，或者是动物咬伤等等，这些已经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奇特的病例了。然而眼前的这一切呢，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和经验。在巴西呢，不明飞行物 UFO 的活动频繁，甚至呢可能比美国还要多。最先目击到这些奇异现象呢，居然是当地的渔民。他们都声称呢，一些不明物体呢以惊人的速度进出马诺湾的海面。当时呢，他们就看见这些不明飞行物呢没有在水面上留下任何的丝毫的波澜，他们还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之势呢掠过天空，最终消失在茂密的热带雨林深处。当地的飞行员也报告过类似的遭遇，当时他们就声称他们的仪表呢在这些物体出现的时候都出现了惊奇的失灵。有人形容呢他们是圆柱形的，而另一些人则看到呢是圆锥形或者是圆形的。但所有的这些物体呢，都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仅仅几周之内呢，居然有更多的不明飞行物开始频繁的出现。起初呢，这还只是停留在目击的层面，但很快呢，这种现象就变得更具有侵入性和互动性。因为不明飞行物仿佛对这座小岛呢，发动了一场全面的袭击。而卡瓦略医生眼前躺着的，已经是他接待的第40位受害者。所有的受害者都呈现出惊人的相似的伤势、神秘的烧伤、精确的切口以及细密的穿刺的痕迹。令人不安的是受害者大多都是女性，并且呢，袭击的事件几乎都是发生在寂静的夜晚。而这些受害人讲述的故事呢，听起来都是匪夷所思的，却又出奇的一致。一切呢，都始于他们自己屋子的天花板的上方突然出现了诡异的橙色的光芒。一位受害者就形容那个光就如同一只烧着的雪茄呢，放在一张纸上，光线呢越来越强，然后呢，天花板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孔洞，就很像是那个雪茄烧穿了那个纸张一样。但透过那个孔洞呢，受害者甚至能够看到夜空中点点星空。难道真的是外星人烧穿了他们的房屋的屋顶吗？其实不是的。受害人说他们的天花板当时是开始闪烁，就是有波浪形了，开始仿佛是他们用某种声波能量穿越了这个天花板，然后他们就能够透过那个洞孔看到外面。景象呢是扭曲的，就像是透过水面观看水底一样的那种感觉。一道道彩色的光束呢，他说就照到了他们身体的特定部位，通常是左胸的位置，紧接着呢就是全身麻痹，然后你就无法动弹。他们甚至连尖叫都做不到，他们当时就感觉到身体里的血液呢仿佛被某种力量抽走。当地人呢还给这个神秘的光束起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叫丘皮卡帕。在当地的语言之中呢，这就意味着是吸血鬼的意思了。而当地的居民告诉卡瓦略医生呢，他们真切地感觉到了血液呢正被那束光从身体里吸走。起初呢，医生认为这只是创伤性的幻觉，但是随后呢，血液检测结果却令人震惊地证实了这一点。每一位受害者的血细胞计数呢都异常的低下，即使是他们的身体表面没有任何出血的迹象，无论是什么在制造这些恐怖事件，他都没有使用任何已知的医疗工具。而且卡瓦略医生还意识到呢，情况呢已经远超他的处理能力了。于是呢，他迅速地将病情严重的病人送往2个小时车程之外的贝伦市。那里的医生呢，同样也对这些匪夷所思的伤口感到困惑不解。而那些烧伤呢，似乎在几秒钟之内形成，而愈合却需要数周的时间。更令人不安的是，脑部扫描显示出这些受害者有异常的活动，没有人能够对此呢做出合理的解释。
而与此同时呢，岛上近一半的居民呢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于是呢，他们在晚上都点燃了篝火，燃放烟花，试图驱赶那些他们看不见的威胁。甚至有人还拿起了猎枪向夜空之中射击。但是这一切呢都毫无作用，因为那些神秘的光束呢依然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准时出现。而这座美丽的小岛呢，似乎就变成了一座笼罩在恐惧之下的监狱。而渔民们拒绝出海捕鱼，而那些农民们也放弃了他们的农田，整个岛屿的经济濒临崩溃。你知道，当人们无法工作的时候，只躲在家里时，经济会变得多么糟糕？想象一下，如果经济停滞2年会发生什么？那将是毁灭性的。最终呢，绝望的市长就拨通了巴西空军的电话，他语气急促地告诉对方，他的岛屿正在遭受不明飞行物的袭击，已经有人受伤，甚至有2人离奇死亡。电话那头的人让他稍等。片刻之后呢，另一个声音接过了电话，对方详细地询问了他受害者是否出现失血或组织受伤，例如烧伤、穿刺。当市长确认之后呢，对方承诺呢将派调查员前往这个岛屿。而当时的市长呢勃然大怒，他说他需要的不是调查员，而是战斗机、导弹，他想要彻底的摧毁那些威胁他们生存的东西。然而空军的军官却对市长描述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他们此前呢应该已经听说过类似的情况。第二天呢，一个特别的小组抵达了瓜拉廷格塔岛，然而呢他们并没有携带任何的武器，只带来了大量的照相机和精密的仪器。而奥兰达上尉是率领空军小组到来的一个人，他带来了望远镜、红外传感器、高速的摄像机等先进的设备。他们在这个海滩的沿线设立了多个观察哨，轮流值班，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每一次出现的异常现象。军方对外宣称呢，这是一次例行的调查，而且他们还说关于不明飞行物的说法都是当地居民的谣言，根本没有飞碟。而那些神秘的光束呢，很有可能只是鸟类、飞机或者是沼泽产生的气体。因此他们强调呢，他们并非是前来寻找不明飞行物，而只是为了确保岛屿的安全。但如果他们不是在寻找不明飞行物，又为何将这次的行动命名为普拉托行动？在葡萄牙语中普拉托正是盘子或者是碟子的意思。而军方呢，试图将一切解释为简单的集体议政，认为那些贫穷且见识不多的这个农民或者是渔民只是将卫星或者是鸟类呢误认为不明飞行物。而奥兰达上尉起初也对这个瓜拉廷格塔岛的居民的描述呢抱怀疑的态度，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夸大的当地传说。但随后呢，他的团队亲眼目睹了那些神秘的光束，在夜复一夜呢，那些物体做出了完全违反物理定律的一些机械动作。那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这个奥兰达呢深知普通飞机的性能的极限，而这些绝非是飞机所能做到的。而那些光束呢，居然能够静止的悬停在空中，然后呢，远超他所见的任何飞机的速度突然加速。他们甚至追踪到这些物体呢，高速的潜入了马诺湾的海面，却没有溅起任何的水花，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几分钟之后呢，同样的物体又出现在他们的身后的丛林上空。调查团队呢就开始识别出一些令人不安的模式。他们就说那些物体似乎是有规律的在水面和丛林、村庄之间移动，这就表明了那些神秘的光束极有可能是受到某种智慧控制的。而袭击事件呢仍在持续的发生。在奥兰达上尉和他的团队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呢，当地的妇女们却试图想要躲藏起来，但那些光束仿佛拥有某种追踪能力，会紧随其后。一旦被光束锁定呢，他们就会立即瘫痪。更令人不安的是当村庄遭受袭击的时候，其他的光束则会悬停在奥兰达团队的上方。他们甚至感觉到他们正在被某种力量监控。于是呢，他尝试着自己推测，并下了移动命令。于是他就移动了他们的营地，而那些光束呢，居然也随之移动，跟着他们。几周过去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就指向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调查团队呢，记录到了强烈的电磁干扰。每当那些物体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的指针都会疯狂的旋转，无线电呢都失灵，甚至军方精密的跟踪仪器呢也出现故障。这绝非简单的集体议政，这是一系列真实发生的令人恐惧的事情。而历时4个多月的飞碟行动呢，就如同一次细致的科学考察，最终汇集了超过2000页的详细的文件和严谨的科学数据。然后呢，奥兰达上尉深信他们已经触摸到了理解这种神秘现象的边缘。他的团队呢，一丝不苟地绘制着那些诡异光速的运动模式，详尽地记录着他们所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甚至逐渐的越来越清晰地预测到他们出现的时间。然而尽管收集了如此庞大的数据，他们所追踪的始终仅仅是那些神秘的光束。团队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亲眼目睹过飞行器的真面目，于是他们就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和长达16个小时的珍贵胶片。但最终的结果呢，都令人沮丧。
照片中只能捕捉到远处模糊的红色或黄色的光，而绝大多数的照片都因为曝光过度而变得毫无价值。当奥兰达上尉将他的调查报告发给空军司令部时呢，他如实汇报了这个岛上发生的各种离奇事件，他手中呢却缺乏能够确凿证据这些事件的硬证据。在1977年呢，这个特殊的年份，空军对于回应任何关于天空中不明光束的报告都显得异常的谨慎。那时正值是秃鹰行动的高峰期嘛，所以巴西军方必须小心翼翼，因为美国的这个 CIA 的触角呢已经无处不在了。而秃鹰行动呢，就是南美洲军事独裁政权他们之间的秘密结成的邪恶联盟，而当时的巴西政府呢深陷其中，他们与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呢分享情报，共同的策划包括比如说政变呀、暗杀在内的各种行动，而这一切的背后呢，都有着中央情报局的资金的支持。在这样的敏感时期呢，那些神秘的光束很有可能被认为是美国的一项高度机密的行动。如果巴西空军贸然击落了美国的资产呢，肯定就扰乱了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后果呢不堪设想。所以这个奥兰达就深知自己需要铁证如山的证据，但他的手中呢只有几百张几乎一片空白的照片。一天晚上呢，奥兰达上尉疲惫地坐在办公室里翻阅着那些令人沮丧的照片。他的内心深处确信那一定隐藏着什么，但无论那是什么呢，他的相机都无法捕捉到他真实的面貌。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无意中瞥见了放在桌子上的手电筒，随后他又看到了手中的白色的照片，一个大胆的想法呢在他的脑海中就成型了。他的团队拥有着精密的照相机、先进的夜视设备以及最尖端的天文望远镜。4个月以来呢，他们却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每一个光束和无法解释的物体。然而捕捉到的确凿证据却比他们预想的要困难得多。于是呢，团队拍摄了超过500张16个小时的照片，而一些照片呢勉强地显示出那些神秘的光束以及远处模糊不清的红色的黄色的光球，但绝大多数照片都因为曝光过度呢都是惨白。而当上尉看到一张空白照片，再看到桌上的手电筒时，一个全新的思路点亮他的大脑。如果他不检查那些已经冲洗的照片，而是直接看原始的底片，那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于是呢，他决定尝试，他放大那些看起来一片漆黑的底片，却惊讶地发现它们并非完全是黑色的。当上尉将这些底片对着强光仔细观察的时候呢，他竟然看到了一个模糊的物体轮廓。而奥兰达上尉呢，立刻邀请米尔顿·门多萨呢加入他的团队。而门多萨呢，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电影制作和摄影师，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中士。门多萨就带来了特殊的紫外线胶片，并向团队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拍摄技术。他们不再试图直接拍摄那些光线，而是专注于捕捉隐藏在光线背后的固体形状。令人惊喜的是这个方法奏效了。新拍摄的照片呢，清晰地展现出了圆柱形的物体，其表面呢分布着一些黑色的带状结构的孔洞，有些物体的长度超过了300英尺，甚至比波音客机747呢还要大。而这些物体呢，经常以编队的形式飞行，即使潜入了马诺湾的海面呢，也是如此。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在飞行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而照相机呢，甚至捕捉到了一个团队，他们称之为母舰，它是一个巨型的物体，而且它的上方呢还可以释放出很多小型的探测器。这些探测器呢，在完成一些似乎侦察任务之后呢，会重新的返回较大的飞行器内部。到了1977年12月呢，奥兰达上尉团队呢已经记录了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些物体的真实性。他毫不犹豫地将这些珍贵的证据发送给了地区空军总司令。他几乎是立刻接到了准将亲自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冰冷的命令，是让他立刻上交所有的照片、录像带、相关文件，而所有已经取得的发现和报告呢，都必须被列为最高机密，一切调查行动呢立刻终止。当时团队成员感到震惊无比因为他们经历了数月的艰辛，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却被一道命令强行终止。然而奥兰达上尉作为一名军人，还是服从了命令，所以他们默默地收拾起了营地，返回了基地。而飞碟行动呢，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奥兰达上尉坚信巴西政府之所以关闭他们的调查，就是因为不想让他们调查清楚究竟是什么在控制着这些神秘的飞行物体。而20多年以来呢，这个奥兰达上尉对瓜拉廷格塔事件呢，始终保持着令人窒息的沉默。直到1997年呢，这位已经退休的中校呢，才决定下定决心必须将真相公之于众。于是在2天的时间里呢，奥兰达就接受了巴西著名的不明飞行物杂志 AJ 贾维特的深度采访。他的记忆力呢依然惊人，但这位曾经自信果敢的军事指挥官身上呢，却明显的留下了一些难以磨灭的印记。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仍然被他亲眼所见事物深深困扰的灵魂。
在采访之中呢，他详细描述了3次与不明飞行物近距离的遭遇。第一次呢，他说是发生在一次例行的夜间巡逻，一道奇异的光芒呢突然出现在了马诺湾的上空，它做着任何已知飞行器都无法完成的动作，而那个物体呢呈现出圆形柱，大约呢100米长，并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嗡嗡声。第二次遭遇发生在海滩上，一个飞行器竟然直接的出现在他团队的上方，而那个物体呢离他们非常近，奥兰达甚至能够清晰的看到它并非是由已知任何材料构成。他还注意到它的表面似乎像液态金属一般不断的流动着、移动着。就在这个时候呢，奥兰达意识到呢，这些神秘的物体知道它们的存在，并且是由某种高度智慧生命是在操控着的。幸运的是，这个飞碟行动仅仅持续了4个月，在此期间呢，奥兰达有时候还会回家探望他的家人。而在其中的一次短暂回家期间呢，他在自己的家中发生了一切彻底改变他一生的离奇事件。有一天深夜呢，他在家里的床上躺着，突然就听到了一个类似于电力爆裂的那种巨响。一道闪耀的闪光发生之后呢，奥兰达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站了起来，全身僵硬，无法动弹。他清晰地感觉到身后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当他完全被控制时呢，他自己看到床尾站着一个神秘的生物，他身高不到5英尺，穿着一件让他联想到宇航员或者是潜水服的紧身套装。他无法看他的脸，只看到了一张没有任何面孔特征的灰色面具。又是一声爆裂呢，又是一道强光，一切呢居然都结束了。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妻子仍然沉睡，对刚刚发生的一切呢都不知道。奥兰达起初以为那只是一场可怕的梦，但是第二天呢，当他开车返回基地的时候呢，他的前臂居然传来了一阵难以阵痛的那种瘙痒。当他卷起袖子，却发现那里出现了一块红肿。在后来的采访之中呢，奥兰达卷起他的袖子，轻轻按压他的前臂，他的皮肤下呢居然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移动，仿佛是一个微小的柔软的物体呢进入了他的那个手臂，就像是一个监听器一样，想要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而 X 光片呢却无法检测到他。但奇怪的是，指南针一旦靠近他的手臂呢，就会产生剧烈的抖动。贾维泰在访问这个奥兰达上尉的时候呢，还问他说，飞碟行动期间拍摄的照片和收集的文件最终都去了哪？奥兰达说他也不知道，政府对此呢矢口否认，而且飞碟行动的所有的记录呢都被列为了最高机密。他被严厉的命令对此事保持沉默，而他也遵守长达20多年。那么他为什么现在又要打破沉默呢？将真相公之于众呢？他说或许他只是觉得有责任在他的生命最后的时刻呢，将他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世人。而令人唏嘘的是就在这次采访结束几周之后呢，文章甚至还没正式发表呢，奥兰达上尉就被发现死在了自己家的公寓里，而他的死因呢，居然是自缢身亡，而他所使用的工具呢，竟然是自己浴袍的腰带。这无疑就给这起扑朔迷离的事件呢，增添了更多令人不安的疑点了。而在2014年呢，巴西再一次发生了一系列不明飞行物袭击事件，这一次呢是在亚马逊雨林深处的土著部落，同样的光速，同样的伤口，而这些袭击呢有条不紊的性质表明呢是某种精心策划的行为，而不是随机的。而这些生物呢仿佛是有任务在身，我们只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任务。那一些科学家就担心他们正在测试我们的防御技术，或者是我们身体的防御本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或许应该保持低调。因为霍金曾经就警告说，一个先进的文明可能会像欧洲人看待美洲原住民一样看待我们，需要被征服或者是消灭的原住民。大卫布林呢也提出任何能够进行星际旅行的文明呢，都会将新兴的技术的物种呢视为是未来的一个竞争对手，最好呢尽早将其消灭。而这些呢都被称为是黑暗森林法则。我们不知道这些不明物体到底是想要什么，但是鉴于他们的技术呢，他们可以轻易的摧毁我们，但他们却并没有这样做。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是友好的呢？其实也不一定，也许他们只是不在乎，他们可能把我们看作是虫子一般了。但是当黄蜂在你的阁楼里面筑巢并开始准备蛰你的孩子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嘛，当人类第一次和外星生命接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它要么就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要么就是人类的终结。我们现在呢就需要做出这个决定，而且呢我们不能够犯错。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呢，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